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74章高手过招。比赛进入第2分钟，河道上的暴君已经刷新。两边战队虽然前期只是短暂交火，但 Prime 战队的优势已经初见雏形。解说子豪，神殿战队现在很不利，上路野区寒山大神的花木兰直接被拿掉一血，现在的发育状态非常不好，下路 Mike 的刘邦又被苏烈直接逼回家。线上的节奏变得很凌乱，芊芊同样点头，没错，现在比赛已经到了第2分钟，河道上的暴君已经刷新，不知道神殿战队准备如何防备 Prime 战队的套路。Prime 战队的这套大前期的阵容又是否会果断开龙呢？神殿战队这边，前期被反红拿一血的确不是一个很顺畅的开局，但说逆风也不至于。毕竟神殿战队是 KPL 最顶尖的队伍之一，抗压能力好得很。尽管上路的野区被反，但下路的野区都还在。花木兰清完下路野区，再转身回到上路，刚好等到第2个红 buff 刷新。经历了上一次被 Prime 战队入侵野区扫荡，神殿战队立即摸清楚了 Prime 战队的套路。这一次寒山没有拖大，而是叫来了辅助妖帝支援。辅助妖帝的孙膑在河道与野区之间的地带埋伏，果然窥探到了前来入侵的 Prime 战队成员。雅典娜与太乙真人两个人的走位非常猥琐，其中雅典娜已经抢先到4，拥有了一个很有威慑性的大招。两支战队暗中摸索，对敌人的行动都是揣测多于观察，而解说与现场观众却有着全图的视野，知道一场团战又将爆发。神殿战队妖帝提前知晓了敌人的部署和行动，于是朝着边线上的哪吒发出了求援。将军，过来帮一下。哪吒快速清掉一波兵线，再利用技能叠加的被动转身进入野区，而看到哪吒的行为，线上的苏哲也意识到了神殿战队的动向。小心，你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。苏哲低声说道，这给了旺财和 A 抗反应的机会。果不其然，在苏哲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，远处草丛中飞出一发手雷，是妖帝的孙膑。旺财有些犹豫，这个红 buff 还要不要反？苏哲依然点头，当然，咱们前期占优势。从阵容上来看 ，Prime 战队在前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，太乙真人、雅典娜、橘右京、扁鹊，任何一个英雄都是在前期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。这样一套阵容，除非对面选出姜子牙，否则几乎没有克制的可能。更何况，为了限制 Prime 战队的选人，神殿战队的阵容非常偏后期。多亏了苏哲的提醒，旺财的太乙真人一个走位躲开了孙膑的手雷。孙膑这一次出招非常诡谲，几乎就预判到了太乙真人的走位。可恶！妖帝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失手，他并未意识到是上路的哪吒暴露了自己的行踪，而赛场上的关系千丝万缕，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旺财的太乙真人加速走位，朝着野区内的红 buff 扑去，一技能蓄力状态下，太乙真人的速度加成极为恐怖，突进起来如同漂移。同时 A 抗的雅典娜也没有客气，2技能给出直接一招突进照连打中花木兰。当 A 抗马上准备给出连招的时候，寒山的花木兰开始启动了。2技能给出打破雅典娜的平衡，1技能一个折返斩衔接2段，直接打出沉默杀，贴脸就是沉默。而 A 抗的雅典娜刚刚给出2个2技能衔接，就被花木兰沉默了。啊！现场观众无不惊呼，随后是热烈的掌声。手速上寒山与 A 抗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， Prime 战队也许只有长歌能够与花木兰正面一搏了。与此同时，神殿战队的哪吒快速进场，1技能给出直接扫中雅典娜，随后马上就是2技能过来打出控制。寒山的花木兰还没有到4，等级上只差毫厘，因此他并没有选择先击杀雅典娜，而是将红 buff 拉进身体收割。
妖帝非常有意识，主动过来先帮助了寒山收割红 buff， 他心中早已经做出了计算，有了这个红 buff， 寒山的花木兰就到4了。于是团战搅屎棍哪吒先顶住雅典娜与太乙真人，让花木兰来收割红 buff。眼看着红 buff 血量只剩下最后一丝，旺财的太一真人直接一个闪现过来衔接一技能，太精彩了！这个红 buff 究竟花落谁家呢？是寒山顺利到4，还是被太乙真人的闪现收走？没等解说这句话声音落下，寒山的花木兰已经来到了4级。关键时刻是召唤师技能乘机，是寒山。子豪的声音几乎沙哑了，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寒山的花木兰到4了。4级的花木兰与4级前的花木兰判若云泥，更何况此时的花木兰还带着红 buff。赛场上看到寒山凭借着惊人的手速收掉了红 buff 到4，顿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喊声。开局的一血让寒山的粉丝们倍感压抑，现在正是寒山逆袭的时刻。到4后的花木兰也没有客气，瞬间切换重剑形态，2技能反手给出，重剑下推动太乙真人和雅典娜2个人。但关键时刻，雅典娜终于从控制中摆脱出来，落地一个大招，通过霸体效果免疫了花木兰的控制。可惜旺财的太乙真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被花木兰重剑反推，孙膑的手雷命中，还有哪吒的平 A 打出伤害。太乙真人血量骤降，眼看着已经命不久矣。雅典娜大招结束爆炸，却也只能穿梭选择身子骨比较单薄的孙膑下手。毕竟花木兰已经切换成了重剑形态，重剑形态的花木兰免伤和霸体都是很无解的。打出红 buff 留人效果，一招重剑一技能快速出手。旺财的太乙真人想离开实在是太难了，在野区中直接被寒山反杀。但与此同时，雅典娜则成功打残孙膑，神殿的孙膑还没有到4级，生存能力并不强大。收割了太乙真人之后，寒山与将军转身准备支援孙膑，不料就在这时，一道刀光从草丛中闪过，减速，并且打出伤害。橘右京，是橘右京的拔刀斩，是长歌。将军面色一变，沉声说道：“这家伙阴魂不散，这个时候还赶过来。”寒山立即快速切换回双剑形态，2个技能此时已经刷新完全。不要怕，杀！话音未落，直接一把飞剑朝着草丛中甩出去，命中。神预判扫中苏哲的橘右京，现场再次欢呼：寒山，寒山，寒山，寒山！简简单单一个预判，便将长歌打回原形。已经跟上，马上就是一招沉默杀出手了。将军也是颇为自信，毕竟2个人围攻一个橘右京，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。寒山更是没有犹豫，一技能快速位移，朝着橘右京扫去。但就在此时，橘右京身形一晃，烟反，漂亮的一技能打出一招横向位移。正如之前寒山预判到了长歌的站位，长歌这次也预判到了寒山的走位，横向位移躲过花木兰的一技能，花木兰的一技能居然放空了。什么？寒山身旁的将军一愣，没有想到寒山居然也有失手的时候。现场的欢呼声戛然而止，观众们紧张地看着眼前的对局。要知道，花木兰一技能没有命中是无法释放2段的，沉默杀更是没戏。直到这一刻，寒山的粉丝们才意识到一个问题 ：Prime 战队的长歌操作与寒山大神同样风骚。守2塔就不要往这里站，你说这种地方不要站，你要站你就站这边，要不就站后面一点，放了技能就退出去，你不要往那角落里面站。那角落里面你没法走位的，别人随便扔技能你都得中，要懂这个道理。你看这虞姬待会要被查。
将交闪。原初之息爆发。他这个一技能打到人是不会有提示的啊，不会有提示。我之所以往那儿放，钻石局肯定的。算了，我都不想跟这虞姬走一起。没意义啊，这上。哎，我一直在等刘备的大，所以说我不敢上去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波如果提前上去把他用大招给我大招抵消了之后，我这波可能还得交代。干将就过来了，干将他在那儿，我一直把他位置卡住的，他也不敢往这边走。或者这波刘邦太顶了，半天没打死，本来应该是我们打不过的。玩这英雄你就要大局观强，因为他技能范围太广。英雄手很长的，那有些人不懂，就觉得他很弱，没伤害，就没有。那其实他手很长的。你看你这波，你不死？我操，真没死！哎，一丝血在他脸上，为什么干将没打死他呀？刚刚那个大闪有点不应该，应该先点被动。大闪不要上头，他们两个没站一块儿。大闪的前提最好别人身上挂有被动，就是你2技能先弹之后你再闪，去秒 C 很猛的，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做了日暮之后啊，就可以用技能去探草。可以上，先给2、3、2。看这是来送的呀，哥哥，别让我扔出去。这完全就是来送的。这他还敢回头，这刘备大都没有，你真以为你有头鱼呢？还有真机大招是可以推小兵的，小兵跟野怪。这把对面干将不会玩，所以说我不用做魔女。对刘备啊，刘备在下，是别飞我就行。怎么样？哎，这怎么没死？先回了。
啊，别人反甲。有，可以啊，小伙子，带龙去了吧？应该后期就金身，我复活甲秒换，这个不行啊。清兵线你们也要像我多学一下技巧，这种清兵线也有那个小技巧，多弹一下就是个被动，多是一个被动的话，就是另外一个结局。随时都要注意对面脆皮的走向，还有对你有威胁的，这把我只需要看那个关羽就行，我只要知道关羽在哪儿。我操！只要知道关羽在哪儿，我就敢打这个团。看一下有没有闪。李玉姬还不做魔女，开始撤退。两个一起死。我操！你又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啊你？不会拉小地图的，一定要学会拉小地图，因为这样伤害高。因为这样伤害高。我试过了，我之前一直是做大叔的，我的血量就将近有10000血，但是我发现那样有点刮痧。哈哈，你看，也就弹一下，多少血？没多少是吧？也就1/4。控多后期换几缸血，后期。但是特别大后期，就是30分钟之后的话，也就要把鞋子的格子换成回响。其实这波清线有点危险，我就不知道关羽在哪儿。大后期30分钟往上，鞋子的那个格子换成回响。然后如果就是20分钟左右那种后期，控多鞋子换抵抗鞋，铭文一定要带10连敏啊！像我这样出的话，孙策好打呀，我是感觉孙策好打。你会不会玩啊？玩骚操作，小心偷家！开始撤退。我回去就是了。正在被攻击。妈的！我看着你小明在那蹦蹦蹦蹦蹦，一波拿下，小废物！你看着我这个伤害，感受一下啊！
哈哈，你开大，起来等死！嘿嘿嘿，就我这个小伤害，我操！显而易见，我刚刚还没有2技能哈，我如果有2，他这个大开出来都直接给他秒。你别看我1000的法强，这英雄你法强做多了，你就没有保命装，所以说你只能换个思路，那就是做法传。呼呼，小心关羽，脚下放。我自认为对这个英雄的理解算是已经很透彻。待会儿打完我会给你们讲，就这把，好吧？给你们讲的明明白白，不用现在看，现在看你也记不住。待会儿我会让你们截图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我会让你们截图。这把翻盘估计有我50%的功劳，家人们，好吧？不吹牛逼，50%。好了，没点订阅的可以点波订阅，有牌子的给他升到10级，有真机独家秘籍攻略，你看了认认真真玩，打个小国标没什么。